呀，大家早上好。各位刚过的主日呢，我们文刚长老给我们有一些看事物非常重要的眼光啊。那我盼望我们今天多思想。那神的话如果没有确认，那就成为一个观念。那观念性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用不到。那用不到的话呢，那你听了主日的信息不到2天你就忘记了，那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这个周四的聚会啊，我每次一起相聚，我们一定要知道主借着这个祭坛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各位注意听啊，我们人呢是都有这个感知的。那有一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呢，我们不但向那件事情做出反应，我们也自动会将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连接起来。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肚子痛，马上你会想到什么？我刚刚或者昨天吃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肚子痛呢，会差不多长达多久？要吃什么药？那这样，我们都是差不多这样把前因后果连接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我们很自然的那种感知力里面呢，我们很容易会失去有一个信心的眼睛，就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所以肚子痛的时候呢，为什么主叫我在这个时候肚子痛，然后叫我怎么依靠他？我记得我的女儿去年要考欧水准的时候，另一天她就今天呢，肚子痛冒冷汗，然后头晕不能走。那个时候呢，各位一般的人是马上为什么这样？怎么办？他吃了什么？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一来都是这样反应，我们很容易失去平安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眼光说，这必定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然后这样依靠主，那人也平安，然后主的道路也显明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会走过那个关头。但是我们人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问题，就是被环境、被看得见的属肉的环境来影响的。所以呢，人要属灵起来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我就记得我以前很久以前好多年前，我的全家人跟我的父母、我的姑姑、我的哥哥的家庭一起，我们到马来西亚，就是 Fraser Hill 那边去。那我们玩得很开心。那通常人很开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就陶醉在其中啊。那最后一天我们吃饭完之后呢，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就9个月大像 baby 这样9个月，忽然间他就吐吐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那我是马上有一个做父亲的经验嘛这个孩子有时吐那给他那个止吐的药就好了。那所以我就到处找不到，然后我就问到我哥哥的房间去，你有没有止吐的药只要吃这个药就会好。那时候我的姑姑呢，忽然间她就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吃这个药，孩子吐在里面有一些毒素，把它吐出来。她是护士嘛那吐了更好，你就吃药把它压下去的话，等一下更糟糕。但是我是不太相信她，虽然她是护士因为我养孩子养了3个，我有我的经验，我也懂这个孩子嘛，对不对？那我就一直向我哥哥要那个药，姑姑就很生气了，为什么你不要听我的这样那后来，她是姑姑嘛，也不要弄到家人不开心，那我就听然后来我们一起祷告姑姑就来了就一起祷告，然后我孩子呢那天呢他就1次吐了就没有再吐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就知道了其实呢我们人很容易会依靠我们过去的经历，但是有时候神带领我们是独特的，在每一个情况有上帝的每一个强调，
每一个独特的作为，但是我们不尽心尽力要寻找查验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依靠我们自然很原有的那种经历，会因为那个经历我们来得到自信，或者因为那个经历我们得到惧怕，那这就不神为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哦？这是我们都犯的毛病来的。所以各位读到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们会知道吗？摩底改就是派人告诉以斯帖，我们有危机了，哈曼要陷害我们犹太人，你去见王。那以斯帖马上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哎呀，这个王呢很奇怪的哦，如果他没有招你，你去见他会死罪的，除非你去见他的时候呢，他伸出他的金杖啊，好，你进来见我，对不对？那他没有找你的话，你这样去见他，那天心情不好，把他处死，不管是谁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也必定看过很多的官员这样被处死啊，自己也惧怕嘛。但是在摩底改再一次催逼他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所以他要祷告，所以叫全犹太人为他祷告。所以呢，在祷告之后呢，他得到勇气，去见王帝。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会知道了，他这样一去见王帝的时候呢，整个犹太人的那个逆境就带来一个转机，有没有？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神都在做工的，也人很多时候预测不到。那人往往就是只有靠自己的一个感知力，当然，这个感知力是不是从神而来，也是神招人的时候给我们人稍微有一个感知力，对不对？我们对有一些情况，我们有感知，这是也需要的。但是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有依赖我们的感知的时候，不依靠神，那问题就会出现。特别有时候呢，我们也认识了一些比较偏颇的属灵的知识。有一不小心呢，就构成有一些好像错误的连接，好像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跟我说：“说牧师啊，我每天早上哦，哇，读经祷告啊，去工作很顺利，顺顺利利啊，没有问题啊。然后有一天迟起，哇，没有时间读经祷告，就赶去工作的时候，哇，那天哇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做事很不顺利啊。”所以从那时候起呢，他就以为读经祷告哦，就可以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果效，给他顺顺利利。你们明白这样的读经祷告是好，但是你不能用读经祷告来成为你的一种给你顺利的，因为你今天迟起可能也有上帝迟起的原因，对不对？在那个里面，你要懂得依靠主。不是说我做这样事情就能带来那种祝福、那种 blessing 曾经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我听过他们这个是很出名的就是搬家那搬家的时候呢，就叫牧师来他的家，给他们全家人一个祝福。我是很乐意的祝福人嘛那不是祝福家具那家具有什么好祝福祝福人嘛，人搬到新的地方，成为左邻右舍的祝福，然后他的生命、家人开开心心，彼此相爱，爱主爱教会。当然新的恩典来，我是愿意这样。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们请了牧师过去，哇，祷告之后哇很顺利，整个家。之后呢，就很奇怪的那种想法说所以因为有牧师来给我们家做一些洁净工作所以要洁净，所以这种洁净家，洁净公司搬去新公司要洁净，这种观念就来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原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对不对？读经祷告也是主喜悦的你搬家还是什么，请牧师来祝福你的家人家庭也是可以。但是这种慢慢呢，就一不小心又受到一些错误偏颇的教导。然后这种东西跟属灵有什么关系？属灵的东西，所以呢，就变成要洁净家，这很奇怪的那种道理。然后把这些读经祷告，这很正常的，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顺服神而生活的
这种很自然的神与你同在，你与神同行的那种很正常的信仰，变成一种很神秘性，用来求福，用来有一种神秘性的一种观念。各位，这是不好的东西，各位了解吗？这就是我们人很容易犯上的一种属灵问题了。这种就是神秘来的，越神秘的人就看不见神的作为，那就不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常常在信徒身上就看到的事情。所以文刚长老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到地上有水的时候呢，一定是下雨，不一定是下雨啊，可能有人走过泼水啊，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那如果看到泼水，人家曾经泼过水的人，就会觉得说，一定有人泼水，不一定啊，可能是下雨。”所以呢，你只有局限在你曾经看过的东西，你的那个经历里面，你没有去深思，在一件事情发生里面，有千万种可能性所带来的。但是那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是神所许可的，也必定有神的引导的。好事坏事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信徒是在那件所发生的事情上，要寻求神的。那你的确有自己过去的经历，你的确有你自己的一些聪明，但是在你一切的经历、聪明里面呢，你要寻求神，不要只有自作聪明，你要懂得要查验主的美意，来顺服他。那你越顺服他的时候，神的作为就越来越明显的显露出来。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说什么？不是神秘，乃是神为；不是什么，不是偶然，乃是必然，一切都有神必然的作为。所以我们越明白神的道的时候呢，就会越懂得有根有基的用神的道来看一切所发生的事。那没有神的道的人呢，他们完全是靠感觉，靠猜甚至有靠一些很奇怪的方法。所以教会界里面呢，很多这些方法论就出来，对不对？我们快讲方言讲方言的时候可以辟邪，然后讲魔鬼散去，这些都没有在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有这种很神秘的、没有根基的、自己发明出来的道理，不然就是不讲属灵的，完全讲科学。那个科学没有上帝的身体不舒服、肚子痛什么找医生。就医生讲什么找这个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越吃越身体弄坏，对。所以呢，马上就是先动科学的头脑，不然另外一个又是神神秘秘，你各位了解吗？这个就是我们人呢两方面的属灵的问题。这种都是第一，我再讲一遍，心里没有神的道。然后第二呢，也不懂得，因为没有神的道，不懂得寻找神的作为。所以最终呢，他们没有顺服。那你没有顺服的人怎么得胜？你没有顺服的人，你怎样讲方言？你怎样叫牧师来给你按手祷告？最后，神要的是你的顺服。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你而去，对不对？但是前面说什么？你们要顺服神，顺服神跟抵挡魔鬼，这个两者是在一起的。你什么时候没有顺服神，魔鬼的工作是在的。可是你一旦顺服神，往神那边走去的时候呢，黑暗的势力就是消散了。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要常常做出选择的，真和假，光明和黑暗，靠神靠自己，这两者你常常要在信仰里面要分辨。现在是靠自己，不能越靠越没有平安，越以自己的经验来做，越多问题，越多埋怨，越多担心。要静下来，思想主的话说什么，祷告，仰望主，很奇妙的，下一个道路开起来。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我们的信仰常常要做出这个选择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我们使徒保罗也怎样面对也同样的事情。我们看腓立比书第1章，腓立比书1章，各位看第1章这里说，我们使徒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注意这句话，
知识与见识多而又多。你爱神爱人的心是需要知识的。你们有知识，什么知识？神的话的知识，对不对？你常常跟从神的时候呢，那借着神的话来顺服神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见识啊，人跟人之间的见识，健康的见识，对人怎么保守心怀意念的见识，很多的见识就会得着。那这些见识多起来的时候，使你们能分辨什么是非、对与错，对不对？从神来还是从人来的，这个要分辨是非，才能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哪里？直到主再临，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你一生充满果子，对不对？常常无论去到哪里，平安喜乐人啊，生命的果子。去到哪里，常常做见证，就领人信主，就果子，所以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保罗马上第12节马上有自己的例子就说出来了，有没有12节？可能我没有放第12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了。保罗在哪里？保罗在监狱里面，所以我所现在下监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写明，都是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坚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保罗他在下监的时候呢，他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倒霉的事，也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他现在要出去就能够出去的，因为这是神许可的，神把他放在这个监狱里面要成就更美的事。那什么更美的事呢？这里就说了，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怎样为福音呢？你绑起来怎么传福音啊？圣灵这时候激动在监狱以外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更是放胆传讲福音。各位有没有？所以很奇妙，对，总是有神的作为在其中的。那所以保罗呢，现在知道我要传也不能传，但是上帝激动更多的人来传。那我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写这个腓立比书，也勉励坚固在外面的弟兄姐妹，美不美？所以呢，保罗就这样讲了之后呢，他最后呢还有多一个经历，他就讲出来。各位再看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这里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哪里，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各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腓立比呢教会就派了以巴弗提，把一个款项带给保罗。那有些人说，保罗这个时候在下监呢，需要钱做什么各位一定要明白在以前罗马时代呢，有2种监狱，一种是在地牢里面那个卫生环境非常糟糕的那个地方黑漆漆的那个关起来这是通常给比较没有钱贫苦的人然后或者是真的要判死刑的，全部就关在那个地方这样的地牢。但是因为地方不够，囚犯太多，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在等审讯的时候呢，那不是把他关在地牢，就是给他在一个房子里面被软禁，然后有那个罗马兵丁看住他，然后他的手脚有捆锁，被锁链锁着。那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好，对不对？比较乐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需要有经费。你的房子你要自己租，你租了那个房子之后呢，然后你就自己被关在里面，兵丁就看守着你。所以保罗呢就是这样的被关在一个房子。所以在使徒行传说他租了一个房子，其实租下来然后被软禁在里面。但是很奇妙，他就软禁在里面的时候呢，虽然手脚是被困着，然后有兵丁天天看守着他，但是呢神恩待他，就在那个地方各样的人就是听闻拉撒勒耶稣的
奇怪的这个道理，想来见他，知道这是什么事，所以他都见他们啊，很自由的、很宽松的，得到这个兵丁们的款待。然后他这样传福音，就2年之久，让很多在罗马的人，甚至在御营全军，换句话说，皇家守卫的人，这些兵丁呢，他们大概都知道这个人没有罪，这个人他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缘故被锁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很美好的见证，就这样的传开在罗马整个监狱里面。所以我们会明白说，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继续看一下好吗？在腓立比书第4章12节，我们继续看。所以呢，他就讲了，这点呢，我已经学会了。学会怎样呢？12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一起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不是他的情况很乐观，对不对？乃是他懂得靠主。所以你在逆境中，你如果不懂得靠主，那逆境一来就埋怨，情况不如意，就消极无助，那这样的结果呢，你就没有学会，你就掌握不到那个秘诀。那爱我们的主，为了让我们学会，所以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面，教我们学一个最重要的功课，这是灵性的功课来的。怎么看见那个人都看不见的上帝的那个功课？所以呢，我们今天用4点来结束。我们怎么看到神为？我们怎么看到神必然的作为啊？在一般的人都会埋怨，都会无助，都会消极的。在一般的人都当作这是没有神，只有自己要做什么来解决问题。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聪明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看到神的作为啊？第一，各位，凡事里面先有神，这是你第一个信念来的。万有都在神的守护里面。各位，我们讲神的守护，你们了解这个单词吗？我曾经讲过啊 ，the providence of God。守护的意思就是这个整个宇宙万有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里面，都在神的保守和护理里面。没有神许可不会发生，没有神促使也不会发生。对，神愿意发生的，没有一件事不会发生，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叫神的守护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虽然看起来是，好像偶然，车祸发生了，这个车走，那个车砰撞到，马上人都看，为什么这个人开车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看的时候不是这样，就这么多车。当时当下这个时刻，这个人开车刚好没有看到，撞上了。这个撞一定有神的理由在里面，神许可了，神必定要成就他的事情。为什么有新冠病毒？为什么新冠病毒曾经临到我们教会？一定有神的许可。那有些人说：“哇，我们真倒霉哦！几百万个人，偏偏我们先中哦。”这样的人基督徒也讲的嘞。我就听到有一些姐妹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说这个观念是虽然头脑一边有神但是在用的时候是没有神的。你们明白？用的时候没有神的守护的，都是偶然，衰啦，哎呀什么啦，这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看不到神的作为的，因为他 first step 已经错了，第一步失败了。所以你们牧师你怎么看神？说先有神。没有偶然的事情。第二呢，你说有神，我已经有神了，但是还是看不到，因为你没有对神有正确的知识。所以腓立比书一开始说什么？教你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你才能够分辨是非嘛。所以当你的神观有一点神秘的时候呢，神有时出现，有时没出现，或者什么样的，或者特别的时候出现，或者你感觉好的时候出现，你的神观就是这样就常常看不到神，就是偏神秘、
偏一些方法。那神是怎样的神？神是公义慈爱的神，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神，神也是绝对爱我的神，对不对？如果不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他绝对不会许可。那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然后知道什么？所以既然都是这样了，神都带领了，那神怎样带领？叫万事里面都是为了成就他救赎的计划。所以我所遭遇的事跟福音有关系的，对不对？我现在受的苦难，可能跟我等一下我能够理解会帮助另外一个肢体有关系。那我现在遇到的人生的挫折，可能会对我将来我要养育我的孩子，他长大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先看见主，我才懂得怎么跟他确认。所以你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你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要看神哪里看？神都看不到。那你自己想象、自己猜疑没有用。你要回到圣经，你看保罗是怎么看到主。所以第一，先有神；第二，要对神有正确的知识。那另外就说，我已经懂了，我也在这个教会学习很多了，但是还是失败。为什么？第三，因为祷告失败。祷告失败，你在忙碌中，你没有安静祷告，你没有懂得求恩、求力量。所以我每次跟各位说，牧师在很繁忙的服事的时候呢，我是一定要有时间安静下来跟神交通的。有时候我自己去跑步，然后面对主。如果我天天就预备信息，面对孩子，面对要做的事，忙这个东西，过后一下子血气的。虽然你头脑懂很多知识，但是你一少了你跟神交通，听到他的安慰，他的慈声爱说，还有你自己的那个担忧，或者你软弱的那个地方，你要交给主，要告诉他，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这个互动一少了，很奇妙的，你的头脑里面的知识是有，但是你的灵力没有。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已经什么学会，要学的，这个知识也要学，然后透过知识来查验主的作为，然后呢，遇到的情况里面怎么仰望他、依靠他，这个也要学的。那你越学了，你就发现，越来越容易，有一种秘诀。所以再讲一个，有神，有对神正确的知识，然后祷告已经学完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人生百态，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第四，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主交给你的许可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教材来学习，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样的情况里面，就不同的情况怎样靠主。所以保罗说，无论处卑贱、处丰富、处饱足、处缺乏，有余或缺乏，对不对？或饥饿，各种各样的，你不管遇到怎样的人、怎样的处境，听到怎样不好的消息或者坏的消息来，怎么靠主？好的消息来的时候，不要高兴到跌倒，这些全部要学习的。你就一不学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新的一个情况来就跌倒。但是呢，我跟各位说，常常知道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只有你不改变的。所以你把一个情况放在我面前，我是当然好的情况开心一下，不好的情况难过一下，但是我还是要学习怎么依靠你。这个学久之后呢，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你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依靠主就能，依靠主就能。有些人靠了半天还不能，越靠越不能，对不对？因为越想越急，越想越急。但是有些人有一种秘诀，这个叫灵性里面的秘诀不是越想越无助，乃是依靠就能。但是这个要学习的不容易的。我跟各位说，尤其是我们这个新冠疫情来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结束我这样说，人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那个情况不乐观的时候呢，好像比如说我们教会一次酱油的时候呢，然后上报纸上电视呢，然后之后呢1年多里面你会有一个不小心有一个阴影，你会想说这样1年走下去牧师出了这
这个 CB circuit breaker 以外那都是把教会开起来。万一多一次有人一中的话，上报纸又怎么办？所以你会有这个担心，对不对？所以我这1年多忍耐这个东西，但是我很多时候呢，我说主啊，不能忍耐，我要献给主，求主自己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圣名，保守这个教会的名声，不要有人因为基督教来跌倒。有些人常常骂我们说什么，你们到这个时候还在开教会，这样开了，后来没有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前不久2、3个月，我们有1、2个崇拜，有2、3宗这样出现，对不对？2、3个月前我没有告诉你们每个人，现在我跟你们讲因为来了崇拜，然后星期3确诊了，那到底是崇拜中的，还是什么之前中的，还是在外面中？没有人懂。中了，他们打电话跟志明长老，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上报纸？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已经 endemic 了你们明白吗？因为国家已经讲太多了，每天2、3千宗，哪里有空去管？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就叫做神的守护了。你看来到一个地步，你看，我们曾经中过，然后曾经呢大家有这个害怕，但是一直靠主，但是后来呢，又曾经我们当中又确诊了，已经这个情况已经过了，那人已经不关注现在你1、2宗这样的事情了，在很多的地方几百宗几百，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神的保护了，神的守护。所以你一直活在惧怕里面，一直有那个阴影，因为那个是你曾经的经历，你就什么东西都把那个东西连接起来，你就没有看神的作为什么都惧怕怕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你自己被捆绑，你也叫旁边的人被捆绑，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跟同工们说，你们要懂得看主的作为。主在哪里？主在教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的主日不是偶然的，连多1个人确诊、2个人确诊，都有在他们身上的主要强调的东西。所以也叫整个教会学习的功课，而不要盲目的被自己的有限的经历来影响，来构成你心里面的一些不安惧怕，那反而你就看不到主。所以我跟各位说今天呢，我这个信息是很重要。其实我主日听我们刚刚长老讲这个的时候呢，我想说这个信息是要确认的。你没有确认，你大概这个道理是这样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属灵的问题，要么就是很神秘的这个是什么事情就随便连接，对不对？不然就是偶然的，就是凑巧发生的这样过，其实都不对，都是没有上帝的那种眼睛来看。所以你难怪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就马上埋怨、着急、怨天尤人。这个神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的生命，你连一根头发主不许可不掉下来。你们所爱的儿女，对不对？你们就这么爱，你做这个生生的父都这么爱，何况我们的上帝万灵之父这么爱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为什么你们不把一切献给他，寻求他呢？愿主祝福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我们仰望你，接着这个主日你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很清楚的确认使我们的信仰不活在神秘里面，也不是活在那种无神的那种观念里。神不只是在教会，主啊，你是在万有里面运行，在凡事上24小时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仰望你。若我们看得不清晰的很多的地方，对你有误解的，或者不依靠你的，求你怜悯我们。接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唤醒我们，也特别提升我们的灵性，使我们懂得有凡事依靠主，凡事都能。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